黄金几千年来都被当作是乱世里面最硬的钱，你大概也觉得世道越乱，黄金就越该涨，对吧？可就在刚才过去的6月份，黄金却反着来了，它不是慢慢阴跌，而是像瀑布一样的往下砸，一个月跌了 11.72%， 是2008年10月份以来最狠的一个月。这个反常判断来自加拿大知名的贵金属投资机构 Sprott 最近的一份报告，作者是分析师 Paul Wong， 报告的名字就叫做黄金与美元的悖论。悖论这2个字是今天这一期的钥匙，咱们要干的就是把黄金该涨反而暴跌这个谜一层一层的剥开。先看6月份这张成绩单，报告开头在那张业绩表上，几乎所有的资产都在跌，白银、金矿股、大宗商品一片绿。黄金月底收在每盎司 4008.02 美元，比上个月少了532美元，是连续第4个月下跌。整个第二季度跌了 14.14%， 是2013年美联储启动加息周期以来最差的一季。可就在这满屏的绿色里面，唯独有一栏是红的，是往上冲的美元。美元指数逆势涨了 2.27%， 站上了101。把这个万绿丛中一点红记住，它是整个故事的线头。报告还配了一张表，叫做黄金已经严重超卖，图上有条200日均线，你就把它当作金价过去大半年的平均成本线。6月金价一脚踩穿了它，是2023年10月份以来的头一回。报告说，过去10年金价跌到这条线的90%左右，通常都能企稳，而这一次从高点算下来，回撤已经到了 26%， 是10年里除了2016年那个大底之外最深的一次了。这不是温和的回调，是把情绪直接打到极度悲观的瀑布式的下跌。如果6月份你也点开过账号，看着黄金那一栏一天比一天绿，动过要不要跑的念头，那你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一部分。可价格被砸成这样，总得有人在拼命卖，对吧？到底是谁在这个月疯了一样的把黄金往外扔呢？是各国央行改主意了，还是另有其人？报告说，这波抛售是分2批砸下来的。第一批，美国和伊朗签了一份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市场松了口气，油价往下掉，美元往上走。第二层是更重的，美联储新主席沃什主持了他上任之后第一次议息会议，结果市场被解读成偏鹰，意思就是他可能不但不降息，甚至还想加息来压通胀。要知道，通胀这个东西一直没有被真正压下去过，还赖在美联储 2% 的目标的上方，于是短期利率预期又被推高了，美元又涨了一波。这里面其实有一层更深的角力，值得你记住一下。沃什一上任就接手了一个非常烫手的局面，一边是白宫，也就是特朗普反复喊话要他降息，好让经济更热，股市更旺。另一边是眼前实打实的数据，就业强，通胀年，都在提醒他利率可能还得再高一点。加在政治压力和经济现实当中，他还得守住美联储那份最金贵的东西——独立性。而市场心里其实没底，很多人压根不信他会真的能够硬起来，总觉得股市要是跌狠了，联储最后还是会掉转头放水，帮大家拖一个底。可正是这种到底转不转鹰的悬而未决，本身就在给黄金添油加火。当市场开始对央行的信誉打问号，黄金这种谁也管不了的，谁也印不出来的资产，历史上往往会被重新看重。这条线我们后面还会再回来。而在无数交易员的脑子里面，还有一条刻进肌肉记忆里面的公式：美元涨加上短期利率涨等于利空黄金，于是怎么样？卖。那到底是谁在卖？看到这，你先猜一个啊，把黄金砸出瀑布的主要是哪一伙人？ A.
各国央行抛售储备 ；B. 普通老百姓恐慌割肉 ；C. 靠算法追涨杀跌的量化和对冲基金 ；D. 开金矿的矿业公司。停一下，想一想，报告给的答案是 C， 是一类叫做商品交易顾问的基金，加上各种量化算法基金，他们从3月到5月就在陆续卖，为的是拆掉之前的高杠杆，到6月卖得更狠，有的干脆反手做空，真正砸出瀑布的是这一批机器。那央行呢？报告的原话是，跟主权相关的买家在6月是放缓了买入，注意是放缓买，不是掉头卖，这个区别先埋在这，因为它是后面最大的反转的伏笔。还有一个细节，黄金 ETF， 也就是能在股市上买到背后能够实打实黄金的基金，6月的赎回只有 1.76%， 相当温和，也就是说砸盘的是期货上加了杠杆的短线资金，真正长期拿着实物黄金的那批人根本没动。报告因此判断金价下跌的幅度明显比美元利率本身的变化夸张得多，这说明利率更高，美元更强，这套利空市场早就提前甚至过度消化掉了。所以这里就冒出了第一个反常，如果连央行都没有抛，真正在卖的只是一批短线的机器，那么金价凭什么被砸成这个样子？答案就藏在了美元这个东西里面的两副面孔。报告的作者有一个坚持多年的判断，美元在长期衰落，但注意他说的不是美元汇率要崩，而是他作为全世界的价值储藏之锚的这一份信用在被一点一点的侵蚀，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债务越堆越高，货币一轮一轮的超发，各国央行加速买金，地缘政治越来越碎片化，都指向了这个方向。可问题来了，尽管年年有人预言美元要完了，但它却隔三差五的去强势反弹一次。那如果美元在长期衰落，6月它为什么反而那么强？这就是悖论的来源。要解开它，你就得知道美元长着两副面孔。第一副叫做储备货币，管的是长期，这张脸确实在慢慢变淡。但美元还有第二副面孔，更凶更现实，叫融资货币。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今天全世界做生意买石油，政府借钱绝大部分都是用美元结算和借贷的。全球的企业、银行、政府加起来欠了数以万亿计的美元债，这些债最后都得拿美元来还。你可能觉得这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但你想一想，如果你名下有一笔以美元计价的贷款，或者你买过美股、美债，那你其实也是这张巨大的美元借贷网里面的一个小格子。全世界一起抢美元的时候，那股拉扯最终也会顺着网传到了你这一格。而这就带出了一个特别反直觉的机制，每当市场一紧张，大家第一反应是赶紧去搞到美元还债去保命，于是对美元的需求不降反涨。你可以这么想，全世界就像一群跟大家一起开的一家银行，借了钱的租客平时各过各的，相安无事，可一旦风声一紧，人人都害怕还不上了，所有人都会在同一天涌到银行的门口，什么抢现金。那一刻最抢手最保命的就是这家银行的钱，也就是美元。可美元一时变不出来那么多，那些欠着美元的人只能被迫卖资产去换现金，卖股票、卖债券、卖大宗商品，甚至卖黄金。结果就是一个反复上演的剧本，美元一涨，钱一紧，大宗商品跌，新兴市场承压，风险资产集体下挫。报告里面有一句话很精辟，恰恰是那些让大家看空美元的理由，往往会亲手制造下一波抢美元的需求。你可能会想，不对啊，美国自己一屁股烂债，一屁股的烂账，美元凭什么还这么强？
这个问题其实真的问得很好，而答案也恰恰就是短期的强美元和长期的信美元根本是两码事。前者是流动性紧张的时候的救命需求，后者才是储备信用的慢慢流失。一个管当下，一个管长远，方向完全相反。这也就是两副面孔的美元的另外一种说法。报告配了一张图，把黄金几十年走势和美元指数放在一起看，两件事同时成立。拉长到几十年，黄金大方向坚定向上，可在一个短短的周期里面，每当美元走强，黄金几乎都同步回调。长期向上和短期负相关，一点都不打架。所以6月份的暴跌很大程度上就是被美元这第二张融资货币的脸狠狠打了一下。可就算这样能解释这一次的下跌，它也解释不了一个更邪门的现象。为什么每次真正的大危机，比如2008，比如2020，大家不抢着买黄金避险，反而疯狂的卖黄金呢？到这，开头那个谜其实已经解开了一半。我们知道6月是短线机器在卖，不是央行，也知道美元为什么这个时候变强了，但最反常的那一层还盖着被子。报告说，黄金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点就是它在危机里面的表现。我们都以为天下大乱，股市崩盘的时候，黄金就该像英雄一样闪亮登场往上涨。可历史偏偏不是这么演的。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全球金融海啸，最恐慌的那几周，黄金跟着一起跌。2020年3月份疫情失控，股市天天熔断，黄金同样急速下跌。这个我自己还有一个亲身的经历，因为当时疫情的时候，黄金的流动性缺失到了什么程度，直接就是把点差拉到了$10。那平时黄金的点差大概是多少？20到30美分左右，这个差距大家想想就知道了。你代入一下，假设你是2008年那个加了杠杆的基金经理，市场崩了，电话一个一个的打进来，全是要你追加保证金，要你还钱的。所有人在那个时刻疯了一样的找同样一样东西，美元现金。这时你手里一堆资产，很多已经卖不动了，没有人接了，可有一样东西，全世界任何时候都有人抢着要，随时可以变现，那就是黄金。于是你会卖什么？恰恰就是黄金。不是因为你不看好它，而是因为那时候它太好卖了，是你需要灭火的那个时刻唯一能够立刻拧开的水龙头。这就是报告里面最精彩的一句话：黄金在危机中下跌，这不代表黄金失败了，恰恰是黄金在履行它作为储备资产的职能。它被卖，正是因为它太值钱了，太好变现了，在关键的时刻帮所有人当了那个最后的提款机。那你可能也会问，那既然危机里面黄金也会跌，它避险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很好，区别就在时间。危机中那一下是被流动性挤兑硬砸下来的，是快的，暂时的。而等危机过了，尘埃落定，就2008年、2020年这2次而言，黄金后来都重新回到了它那条长期向上的轨道里面。这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也不是对未来的保证。这里面就藏着一场博弈，一边是被逼到了墙角，急着要美元续命的杠杆玩家，把黄金当水龙头来拧；另外一边是手里有余粮，眼光放得更长的买家，比如某些国家的央行，在别人被抛售、价格被砸下来的时候，反而悄悄地把筹码一点一点地接过来。同一根往下砸的 K 线，一边是被割肉的人，一边是耐心捡货的人。报告点出了一个关键的区分，这是理解一切短期波动的钥匙。黄金身上有2种价格逻辑在同时跑，一种是它作为货币锚被长期重估的逻辑，慢向上，以10年为单位；另外一种是它对美元、对短期资金松紧的敏感反应，快，上下波动剧烈。打个比方，这就像一艘正在涨潮的大船，
潮水再慢慢的把整个船给抬高了，这是长期的逻辑。可船身还会随着一个一个的浪头上下颠簸，这就是短期的波动。你要是只盯着脚下那个往下砸的浪，很容易就会忘了整片海的潮位其实一直在往上走。你只要把这两种逻辑分开，就不会在每一次危机式的暴跌里面慌慌张张的得出了黄金要完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而这就带出了整份报告里面最反直觉也最重要的一层，美元越是走强，它其实越在加速挖它自己的墙角。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先回到那个悖论，美元一走强，对全世界其他国家其实很痛。很多国家借的是美元债，美元一涨，它的还债成本立刻变高，全球的钱一下子变紧。这些国家会想，我怎么老是被美元这根绳子拴着，它一动我就得疼得要命。于是一个念头就越来越多的在央行里面生根，得给自己的家底多留几手，别把鸡蛋全放在美元这个篮子里面。这里有个绕不过去的真实的过失。2022年在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放在西方体系里面的外汇储备几千亿的美元家底，几乎一夜之间被冻结，被制裁，用不了了。这件事等于当着全世界央行的面演示了一遍，你以为存在别人体系里面的美元是你的钱，可在关键的时候，人家把开关一按，它就可以不再是你的钱。对于西方之外的很多国家来说，这下看得脊背发凉。原来我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外汇家底安不安全，最后竟不取决于我自己，而取决于跟发行国的关系好不好。那与其把身家性命都压在别人的善意身上，那还不如换一部分谁也冻结不了的东西。从那一刻开始，一场静悄悄的却规模巨大的转向就开始了。各国央行想办法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比如中国在推自己的跨境支付体系，很多国家也在搞区域性的结算安排。在所谓的备胎里面，有一样东西的地位越来越特殊，那就是黄金。报告用了一个非常准确的形容词，说它叫外部货币。第一，它不效忠任何国家，没有政治立场。第二，它不是任何人的负债，你不用担心哪个对手方会赖账。第三，也是最戳心的，只要你把它实实在在的放在自己家里，谁也没有办法冻结你银行账号那样一键把它给冻结掉。你现在再看一下那个悖论是不是就通了？美元越强，越是把自己当武器来用，各国央行就越怕这根绳被勒住，越有动力去找替代品。而黄金正是那个没有政治包袱的替代品。各国央行现在想的不是替换美元，而是分散。他们需要美元，只是想要的更少一点。那这场静悄悄的迁移里面，谁受益，谁买单？受益的是那一批早早把一部分储备换成了黄金的央行，他们等于给家底上了一道谁也拔不掉的保险。买单的是那些把绝大部分的身家压在单一美元资产的人，一旦这套体系信用被持续稀释，购买力就在不知不觉的被一点一点的摊薄。整个世界正在慢慢滑向一个多极的格局，美元还是很重要的，但黄金正在变成连接各个竞争阵营之间的那个中立的储备资产。这里也说得很清楚，报告的意思不是说马上美元就要完蛋了，黄金马上要取代美元。恰恰相反，他认为最可能的结局不是谁替代谁，而是从美元一家独大慢慢变成了美元仍在，但身边多了好几个备选的多极并存。黄金的角色就是那个谁都不太得罪，谁都愿意接受的中间人。这场转向有多大？报告甩出来一张图，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画的是黄金占全球央行总储备的比例。听好这3个点，从2000年到俄乌之前，长期平均值大概是 12%。 俄罗斯外汇被冻结之后，对货币贬值、对主权债务的担忧一起爆发，
这个比例一路飙升到大约 34% 的高点，到季度末又回落，收在 27%。 所以我怕你听串了， 12%、34%、27%是在同一个指标在不同的时间点里的读数，不是3个不同国家的数字啊。它讲的是同一件事，黄金在全球储备里面的分量正在逐步的整体性的大幅的提高，从 12% 到 34%， 这不是小的波动，是储备体系层面的结构性的重估。如果你手里的存款、理财配置的海外资产本质都是美元资产的话，那么这件事就跟你有实实在在的关系了。你参与的早已不只是金价1个月的涨跌，而是一场以数十年为单位全球央行悄悄换毛的大清洗。所以绕了一圈，回到刚开始的那个问题，黄金明明在涨，6月却暴跌，到底怎么回事？现在答案完整了，这场瀑布式的下跌是短线机器在美元融资货币这张脸发力的时候被迫抛售，而在这场喧闹的背后，那条更长的更安静的曲线，央行把黄金重新拾回储备核心的曲线却在一直的悄悄往上走。表面的暴跌和底层的重估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不是黄金输了，是它正在换一个身份。而另外一个同样被砸惨的家伙白银，是不是也是同一个故事呢？如果说黄金6月摔了一跤，白银就是从楼梯上滚了下去。同样是6月，白银单月暴跌 22.18%， 收在每盎司 58.6 美元，是2011年9月以来最狠的一个月，几乎毫无抵抗的跌穿了一个一个的支持位。报告叫它投降式的抛售。白银为什么跌得比黄金还惨？它是跟着黄金被同一股力量砸的，但白银的市场比黄金小得多，浅得多。同样一股冲击进来，波动被放大的更多，涨的比黄金更猛，跌的时候也比黄金更狠。但报告话锋一转，抛高这几周撕心裂肺的波动，把尺度拉到几十年。白银这张图是他们见过的最像大牛市形态的一张图表，他配了一张从1970年画到今天的图，白银的长期均线稳稳的一级一级的往上抬。6月那根大阴线放在这张50多年的大图里面，只是一个小小的剧烈抖动。撑着这长期逻辑的是一个词，结构性短缺。这背后是一场供需的拉扯，供给这一头几乎是僵的。报告里面说，全球几乎没有大的新银矿项目能在中短期改变供给，缺乏弹性。你可以把白银的供给想象成为一条几十年都没有怎么拓宽过的老路，而需求却像节假日突然暴增的车流一样，路就那么宽，车越来越多，堵是迟早的事。可需求那头就在疯狂的扩张，光伏板要用银，电动车要用银，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和数据中心也要用银，因为它的导电性太好了，战略地位越来越高。除了工业，白银还有一层常常被忽略的身份，它历史上也被叫做穷人的黄金。在货币动荡，大家对纸币信心动摇的年份，白银往往跟着黄金一起被重新当成了一种价值的储藏。报告也提到了，实物白银正在越来越多的流向亚洲市场，实物越紧，纸面上那套价格游戏长期看就越难一手遮天，一头几乎涨不动，一头猛扩张，结果就是这个市场连续好几年供不应求，库存被一点一点的消耗。报告另一张图专门画了从2017年到2025年逐年累积的缺口，谁受益谁买单。长期看，握着实物真拿得住的人站在了这个缺口的顺风口上，而买单的往往是被剧烈波动甩下车的人。而6月份这种暴跌里面恐慌割肉，然后眼睁睁地看着结构性逻辑其实还在那儿。报告强调，白银这种剧烈暴跌一点都不反常，
就是它牛市里面的家常便饭。历史上白银好几次最猛的上涨，恰恰发生在这种最让人难受的波动之后。这里我得补一句合规的话，我是直白的，有些话必须说清楚。以上都是报告方对于白银长期逻辑的分析，讲的是这套逻辑有没有被证伪，不是说白银接下来就一定会涨，更不是让你现在去买。价格短期怎么走，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如果你6月份也被这根大阴线下车，那这一段至少给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白银。好，黄金和白银这两条线都拆完了，那它们回到你的钱上，那又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从头到尾就干了一件事，把黄金该涨反而暴跌的这个怪事一层一层的剥开，剥到最后你发现6月那个 11.72% 的暴跌的数字本身没有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被它带偏了方向。它底下是短线机器被抛售，是美元融资货币那张脸的短期发力，可再深一层是一条更长的主线。美元越强，各国央行越要分散储备，黄金正被悄悄地重新定价成为多极世界里面的中立储备资产。表面的下跌和底层的重估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往更大了说，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正在经历的一件大事。这个用了几十年以美元为唯一中心的货币秩序正在慢慢的裂开了一道缝，长出了一个更分散更多极的新格局，而黄金只是这道缝里面最先透出来的那束光。我也得把事情说清楚，这也是报告里面原文白纸黑字写的。像避风港、价值储存这一类词都不等于保证不亏，任何资产都会波动，都可能亏钱，黄金白银也一样，而且波动往往比你想象的还大。所以这一期我没有也不会告诉你金价接下来会涨还是会跌，那不是我该做的事情，也没有人能够真正保证。我想留给你的是一个看待暴跌的方式。单月单季那根大阴线最容易被误读，真正决定格局的是它底下那条以10年为单位全球央行悄悄换毛的曲线。把这两个时间尺度分开，你就不容易在悲观的情绪那一刻把一次周期性的波动误判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终结。这种把一整份机构的报告一层一层拆开看的做法，我每个月都会做。想跟着我一起把大局看明白看通透，订阅一下你就不会错过了。6月份那场暴跌你是被吓倒的，真动过清仓念头的那一批呢，还是稳稳没动甚至觉得反而是个好的观察机会入市的那一批呢？这里没有标准答案，我只是好奇，当那根大阴线砸下来的时候，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算的？评论区我等你的故事。